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接下来的几期节目，我打算和大家聊聊可控核聚变。近些年，可控核聚变的话题经常被提起，就比如今年的10月9号，就有媒体以可控核聚变领域在迎关键进展为题，对位于合肥的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项目的进展进行了专题报道。在今年的上半年，媒体上也出现了不少关于美国国家点火装置 NIF 在可控核聚变实验中能量增益比 Q 达到 4.1 的报道。这类报道从2020年以来就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视野范围之内，让很多人对它产生了好奇。什么是可控核聚变？可控核聚变的能量增益比 Q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可控核聚变的难点在哪儿？可控核聚变安全吗？我们已经有了那么多的核电站，为什么还要发展可控核聚变？目前，人类对可控核聚变的研究到底进到了哪一步？可控核聚变提供的能源还要多久才能走入寻常百姓家？对于这些问题，我先找简单的来回答。在这些问题里，简单的问题看起来有2个，那就是为什么要发展可控核聚变和核聚变的安全性问题。这2个问题可以一起回答，主要呢有2点。第一，同等质量的原材料，核聚变所转化的能量要比核裂变高得多，也就是核聚变的能量转化效率更高。第2点呢，就是相比之下，核聚变的放射性更少，我们从情感上更容易接受。核聚变所使用的材料主要是氘、氚和氦3。氘和氚都是氢的同位素，氢原子也叫撇，原子核里只有一个质子。氘是重氢，原子核里有一个质子和一个中子。撇和氘都是稳定的，不会发生衰变，不存在放射性的问题。而氚呢，也叫超重氢，它的原子核里有一个质子和2个中子。虽然氚具有放射性，但它的半衰期只有12.3年，而且衰变后的产物是氦3，氦3也是稳定的，所以氘、氚、氦3放射性就非常非常低。另外，氘、氚、氦3聚变的产物主要是氦4，氦4还是一种稳定的化学元素，不存在放射性。而核裂变呢，不仅原料有放射性，核裂变的产物也有放射性，裂变产物衰变后的衰变产物还有放射性。这么看来，核聚变在辐射安全性上的优势就太大了。而我们对核裂变在安全性上的担忧，不是主要就来自于辐射安全性吗？因此，可以说核聚变是一种安全高效的绿色能源，所以人们才把核聚变叫做清洁能源。这就是人们对核聚变迷之向往的原因。好，回答完简单问题，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其他问题吧。首先，什么是可控核聚变？可控核聚变是人们利用核能的一种方式。想要了解可控核聚变，我们就要先了解什么是核能，以及什么是核聚变。简单的说，核能就是原子核内部存储的能量。当某些原子核的结构自发或者被迫地发生改变的时候，如果出现了能量损失，根据狭义相对论质能等价的原理，这部分损失的质量会以能量的形式被释放出来，而这些被释放出来的能量就被称之为原子能，简称呢就是核能。这些能量通常会以粒子的动能，也就是宏观上的热能，还有电磁辐射能，也就是光能，再有带电粒子能，也就是电能，这3种形式表现出来。回答了什么是核能，那再让咱们来看看什么是核聚变。根据核能产生的原理不同，通常可以把核能分成核衰变能、核裂变能和核聚变能这3种形式。核衰变能是指不稳定的原子核自发地转变成稳定原子核的时候，由于质量损失而释放出来的能量。我们经常在报道中看到的核电池利用的
就是核衰变能。核裂变能是指比较重的原子核在吸收中子之后分裂成2个或者多个较轻的原子核，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出现质量损失而释放出来的能量就是核裂变能。原子弹和现在所有的核电站使用的都是核裂变能。核聚变能是指2个较轻的原子核在高温高压的条件下克服库仑力的排斥作用，结合在一起形成比较重的原子核。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出现能量损失而释放出来的能量就是核聚变能。氢弹和我们马上就要谈到的可控核聚变就是人们利用核聚变能的体现。其实在自然界可控核聚变非常常见，太阳以及所有的恒星，它们的光和热的能量来源都是它们内部的核聚变反应，而且这种核聚变反应还是受控的。也就是说，早在第一颗恒星诞生的时候，宇宙就知道如何实现对核聚变的控制了。接下来让我们再来看看可控核聚变的难点。我们现在所谓的可控核聚变其实就是在人工且受控的条件下，使氘、氚、氦、锂这样的氢原子核持续地发生核聚变反应，并实现净能量输出的过程。在我刚才提到的这段话里有4个关键点。第一，就是必须是核聚变反应，现在所有的核电站内部的核反应都是裂变反应，所以就谈不上可控核聚变。第二，就是反应必须是受控的，像氢弹爆炸虽然是核聚变能，但完全不受控，所以也就谈不上可控核聚变。第三，是反应必须是人工的，像太阳上时时刻刻进行的氢原子核和氢原子核的核聚变反应不是在人工条件下发生的，所以也不是我们要讨论的可控核聚变。第四，就是必须能够实现能量净增益，也就是产生的能量要大于消耗的能量，否则核聚变反应就没法持续的进行。而进行核聚变反应时，核聚变产生的能量 E1 和发生核聚变所输入的能量 E0 的比值，就是前面提到的能量增益比 Q。 以上4点就是实现可控核聚变的关键，也是它的难点。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怎样才能实现核聚变。我在前面说过了，核聚变是2个比较轻的原子核结合在一起形成比较重的原子核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质量损失，这部分缺失的质量会以能量的形式表现出来。想让2个比较轻的原子核结合形成比较重的原子核，首先就必须让2个原子核靠得足够近。但是我们知道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发生核聚变反应的2个氢原子核里都有质子，而质子带有正电，因此原子核是带正电的。由于原子核都带有正电而同性相斥，所以2个原子核会相互排斥，而且这个斥力还是和它俩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这就意味着把2个原子核靠得越近，它俩之间的静电斥力就会越强。就像你把2块磁铁极性相同的一侧对在一起，你就会发现当2块磁铁靠得足够近的时候，它就会砰的一声错开了。所以就必须要有足够的外界影响，克服静电斥力，把它俩紧紧地压在一起。当2个原子核的距离小于10⁻15次方米的时候，强相互作用力出现了。强力的强度是像电磁斥力这样的电磁力的137倍，所以只要能把2个原子核之间的距离压缩到10⁻15次方米以内，2个原子核就可以依靠强力结合在一起了。那么什么样的外界影响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呢？最直观的手段就是加大原子核的动能。你可以理解为，当2个原子核相互接近的时候，虽然斥力会使它们俩减速，但因为惯性的作用，只要动能过大，它俩最终还是会撞到一起。而粒子的平均动能在宏观上就表现为温度，所以加大原子核的动能就是增加温度。
这是发生核聚变反应的必要条件之一。其次，如果在1立方米的空间里只有2个原子核，这个时候即使温度很高，由于原子核的分布过于稀疏，也不容易发生核聚变反应。毕竟相遇的概率很小，对吧？即使有一部分原子核结合了，也只是偶发事件，核聚变反应还是难以持续的进行。所以我们还要加大核聚变反应区里参加核反应原子核的数量，也就是加大区域内原子核的密度。增加密度是可以通过增加压强来实现的，这个也很好理解。第三，现在我们有了一个高温高压的反应区，但是如果参加反应的原子核在反应区里停留的时间很短，还没遇上另一个原子核就离开了这片反应区，核聚变反应还是没法继续进行。所以我们还得要想办法让参加反应的原子核在反应区内停留更长的时间。那么怎么创造一个既能承受高温高压又能长时间约束粒子的反应区，就成了问题的关键。现在人们知道的方法有3种，就是引力约束、惯性约束和磁约束。引力约束这种方法非常常见，包括太阳在内的所有恒星用的都是这种方法。您可能会问，为什么恒星上会发生核聚变反应，而且反应还是缓慢的进行，不像氢弹那样在短时间内爆发呢？首先，恒星上能发生核聚变反应，是因为它巨大的质量带来的巨大引力。这种引力使它的内部压强非常高。我们以太阳为例，太阳其实就是一个拥有巨大质量的氢气球，巨大的质量带来的是巨大的引力。由于这巨大的引力，太阳内部的压强非常的高，是地表气压的2500多亿倍，是地球核心压强的7万多倍。太阳内部的致密度是如此之高，以致即使是光子想从太阳中心到达太阳表面，也需要数万甚至10几万年的时间，就更不要说其他的粒子了。刚才我说过了，太阳的主要成分是氢，氢在这么高的压强和足够长的时间的双重作用下，即使太阳核心的温度只有1500多开尔文，也足以让氢原子核和其他氢原子核发生聚变反应了。而在地球上，由于难以实现像太阳那样的密度以及那么长的约束时间，人们即使把温度提高到了1到2亿开尔文，也很难实现持续的核聚变反应。至于说太阳为什么不会像氢弹一样的爆炸，这是因为在恒星的内部存在着一个非常巧妙的平衡机制。具体来说，就是引力约束恒星内部氢原子核这样的等离子体形成一个稳定的结构。当恒星内部的核聚变反应加剧的时候，恒星内部的温度就会上升，压强也会增大，而温度上升、压强增大会导致恒星由内层向外膨胀，膨胀又会导致温度降低、压强减小，温度降低、压强减小会导致核聚变反应减弱，这就形成了一个典型的热力学自稳定系统。能量多了就膨胀，膨胀就导致反应减弱，反应减弱又导致能量减少，能量减少了就收缩，收缩导致反应加强，反应加强又导致能量增多，最终恒星就能达到一个动态的稳定状态。恒星上的核聚变反应速度就这样被自动调节了。所以我才在前面说，宇宙早就知道如何实现对核聚变的控制了。说完了引力约束，咱们再来看看另外2种约束。所谓惯性约束，是指用很多束激光从各个方向照射核聚变燃料球。我们知道，光子虽然没有静止的质量，但光子是有动量的。所以当光子照射到核聚变燃料球改变方向的时候，核聚变燃料球也会遵循动量定理获得相应的动量。正是这些动量能把核聚变燃料球约束在反应区一段时间。只不过相信您听到我的描述就能想到，这样的约束时间肯定是非常短的。没错，这种约束时间通常是纳秒级的，这
可以看作是惯性约束的一大缺点。但是惯性约束能很好的压缩核聚变燃料，提高聚变燃料的密度。就比如美国的 NIF 使用192处激光照射微型燃料球的时候，就能把燃料的密度提高到大气密度的10万多倍，这是其他约束方式没法做到的。所以只要很好的控制微型燃料球的进解量，让它刚好在2次激光脉冲的间隔期内完成核聚变反应，同时核聚变反应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大于维持反应所消耗的能量，核聚变反应就可以持续地进行下去。2022年12月5号，美国 NIF 的技术团队用192束激光向一个微型燃料球输送了205万焦耳的激光能量，让激光燃料球发生核聚变反应，最终产生了315万焦耳的聚变能量输出，能量增益比达到了 1.54， 这是人类首次在可控核聚变实验中实现净能量增益，首次向外界证明了惯性核聚变能的基本科学原理和可行性。2025年的4月 NIF 在新的点火实验中，以210万焦耳的激光能量输入换得860万焦耳的聚变能量输出，把 Q 值进一步提高到了 4.1。 人类在实现可控核聚变的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看到这儿，您是不是觉得用惯性约束的可控核聚变很快就可以大规模推广了？千万别高兴得太早，即使 Q 值达到了 4.1， 离真正的商用要求还差得很远。因为目前计算 Q 值的方法是核聚变输出能量和燃料球收到的能量的比值，也就是核聚变输出能量与燃料球吸收的激光的能量的比值。而目前照射激光的效率还非常低，大约只有 0.5% 左右，也就是100瓦的电力输入产生激光照射燃料球，而最终只有0.瓦的激光能量被燃料球所吸收。所以即使是 NIF 在2025年4月进行的那次号称 Q 值达到 4.1 的实验，如果综合考虑激光效率等因素消耗的能量，它真实的能量产出和能量消耗的比 QP 只有 0.02 左右。而想要真正的实现商业化， QP 至少要达到6，甚至是10。所以我才会说 NIF 目前离可控核聚变的商业化还差得很远。关于 NIF 惯性约束装置以及其他的几次可控核聚变实验，我会在后面的节目里向大家做更详细的介绍。好，介绍完惯性约束，咱们再来看看磁约束。所谓磁约束，指的就是通过磁场来约束参加反应的原子核。因为原子核都是带正电的，所以能很容易的被磁场给约束住。最开始人们用的是长管状的磁约束装置，叫磁镜，但后来觉得这么做不太好，效率太低。前苏联就在上世纪60年代推出了拥有环状磁约束区的托卡马克装置，托卡马克后来被广泛使用。再到后来又演化出结构更复杂的像仿星器这样的磁约束装置。磁约束被很多人认为是能最早实现可控核聚变商业化的约束方式，因此绝大多数的可控核聚变实验装置采用的都是磁约束。但磁约束也有它自己的缺点，就是它的燃料密度非常低。有多低呢？大约只有地表大气密度的10万分之一，甚至更低。这可比惯性约束的燃料密度低了9到10个数量级。不过磁约束也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它拥有很长的约束时间。就以中国的 EAST 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为例，它就能把高能态的核聚变燃料的约束时间延长到1000多秒这个数量级。所以两种约束从目前的技术水平来看还是基本相当的。关于磁约束装置还有很多细节，但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得在后面的节目里再做更详细的讨论了。通过我前面的介绍，相信大家已经初步了解到发生持续核聚变反应所必须的3个关键条件，分别是温度 T、密度 N
和约束时间 τ，这3个参数的乘积就构成了所谓的聚变反应三重积。三重积越大，越可能发生聚变反应，或者用更标准点的话说，就是三重积越大，反应区域内发生聚变反应的粒子所占的比例就越大。但是想让聚变反应三重积变大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我们如何能够尽快的实现可控核聚变呢？答案就是寻找更容易发生核聚变的核材料。科学家们通过理论分析和大量实验，最终总结出一个叫做反应截面的概念，用希腊字母西格玛来表示。反应截面是衡量2个粒子发生核聚变反应概率的物理量。在三重积确定的情况下，反应截面的值越大，核聚变反应发生的概率就越高。反过来想，就是反应截面越大，发生聚变反应所需的三重积就越低，在技术上就越容易实现。而反应截面只和参加反应的材料有关，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可控核聚变技术团队都选择反应截面最大的氘和氚来作为优选的核聚变材料的原因。至于氘和氚的核聚变反应为什么容易发生，以及还有哪些核聚变材料适合可控核聚变，我会在下期节目里向您做更详细的介绍。好，关于可控核聚变，今天就暂时聊到这里。在后面的节目里，我会继续和您聊核聚变的相关话题，让您对核聚变材料、可控核聚变装置以及未来的发展有更多的了解。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